这期来给大家做个6种虾仁的做法。第一个呢，做一个宫爆虾球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将这个虾仁背给它片开一下。这个呢，尾部呢，有些虾仁它有点这种虾肠的地方，给它清洗干净哈。这个虾清洗过后呢，我们一定要找个这个厨房纸巾，把水给它吸一下。你不把水吸干的话，你的虾仁待会儿裹上浆、裹上粉，它很容易脱芡啊。这些都是做菜一个细节。现在我们开始腌制，给少许的盐、少许的白糖、白胡椒粉。 好，滴上几滴花雕，给它揉均匀，就有个底味就好了。好，揉均匀之后啊，接下来我们放入淀粉，这就是土豆淀粉，揉成薄薄的粉之后，好，我们再放入一个蛋黄，这会待会儿炸的时候可以增加这个菜的颜色啊。做这个宫爆菜的话，一定要调个的碗芡，这个碗芡很重要啊。加1勺的盐，4勺的糖，给少许的白胡椒粉。 盛出来就刚刚把这个糖给淹没住啊，就是这个醋呢一定要比糖稍微多一点点，因为宫爆汁的话它是酸是大于甜的，不像我们的糖醋味，糖醋味料是甜大于酸，就是它的酸一定要比这个糖多那么一点点，大概是1比1.2的样子。好，我们给了2小勺的花雕，生抽来个2勺。好，鸡饭老师我们上点颜色，来个小半勺就够了。适量的清水，适量的水淀粉。 最后我们再加少许的香油和这个花椒油，花椒油不要太多哈，一点点。好，这宫爆汁就调好了。宫爆系列它是荔枝胡辣味，就是一定要炼个胡辣油。这回呢，我们在锅里倒少许的油，我们在碗中放少许的2荆条辣椒节、大红袍花椒来一点。好，这个油大概烧到4成之后，我们灌到这里边来，给它搅拌一下哈。好，这个胡辣油就做好了。好，这个油温大概烧到4成左右，我们开始下入这个虾仁儿，火不要太大。 好，虾仁基本上炸上色之后，我们给它倒出来。好，这时候就不要洗锅了，提前倒入我们之前炼好的胡辣油，稍微给它过滤一下啊。用这个油再来炒，它更有味道一些。先下入姜片、蒜片和这个干辣椒节、干花椒，先开小火，让它慢慢燃香。这时候再下点葱段，一半的葱段，调好了这个芡汁儿，给它搅拌均匀，下锅。 让它收一下汁儿，收一下汁儿。好，收到这种粘的状态的时候呢，我们先下这个虾仁儿，大火去翻炒它，最大的火。好，出锅前再下入这个剩下一半的葱和这个腰果。好，出锅。 第二道来做一个什锦炒虾仁儿，这个虾仁呢，我们也给它片一下，把这个虾肠给它去除一下。片过之后呢，我们放入玻璃碗中，再给它清洗一次。好，洗好的虾仁呢，我们用了厨房纸巾给它吸吸水分。这个呢，虾仁不需要腌制，但是我们要把水给它吸干。这步呢，我们先焯一下这个黄瓜，还有这个胡萝卜以及木耳哈，木耳一定要焯一下水，给少许的盐，给点这个油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下入黄瓜、胡萝卜片和这个木耳。 快速的给它焯一下水，好，接着给它倒出来。下面炒一下鸡蛋。好，炒鸡蛋以前呢，我们给少许的盐，给它打散。这里是3个鸡蛋。锅热之后，咱们弄点油，把锅炙一下，倒点干净油。好，这个时候下入我们提前打散的鸡蛋。 一定要炒到这种两面金黄色，然后这个蛋才会香。好，蛋炒黄之后将它控出来。好，这时候不要洗锅，我们加入少许的油，下入这个姜蒜片，还有洋葱片、葱段，下入提前我们吸干水分的虾仁儿。 哇，这个锅太好了！好，这个时候我们下入鸡蛋进去炒它，木耳、黄瓜、胡萝卜片，大火去翻炒它，放少许的盐和这个白糖，再来点这个白胡椒粉。好，出锅以前呢，我们最后再扯点这个水淀粉。好，可以出锅了。如果你是新手的话，下面这道菜非常适合你，零难度的椒盐虾仁。第一步呢，我们还是把这个虾仁来稍微给它背给它片开一下，因为里面它有些虾肠、虾线，我们给它去除一下。好，这个虾线一定片开之后稍微给它冲洗一下，放在一个厨房纸巾上，把水给它吸干。待会儿我们裹的时候呢，它才会避免过多的水分。
不然的话有水的话，这个虾仁它待会儿你的粉裹上去，它会脱下来，它会脱芡的。好的，虾仁吸干水分过后呢，我们给点少许的姜葱，少许的盐，一点白胡椒粉，来点花雕，我们给它腌制一下。这时候直接用手给它抓匀。我们稍微腌制个15分钟。调副来都比较简单，我们给少许的这种土豆淀粉或者玉米淀粉都行。我们加个3勺。接下来直接放入这个蛋黄。蛋清呢，我们拿来炒饭或者做其他的腌制使用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蛋清你有障碍，其实你可以全蛋在里面也行。好，我们给入少许的清水，然后我们在搅拌的途中稍微在里面给点椒盐，可以让这个麸呢它有味道。好，我们让这个油温烧到4成左右，关了这个小火，现在开始炸。这个呢不要一次性把这个虾仁全部放到麸里面，炸多少我们裹多少。下的时候就沿着锅边慢慢去下它。分个2锅去炸它，因为前面下的时间已经有点久了，后面就不要再放。后面如果你放的话，它颜色会不均匀的。这时候油温一定要高哈，不要太低啊，也不要低过这个油温，不然它会沁油进去。好，基本都定型之后呢，我们将它捞出来。好，接着我们炸第2锅。好，定型之后呢，我们将它捞出来。好，我们油温烧到5成，我们再复炸一次啊。复炸的时候油温要稍微高一点，你不能油温太低，太低了它就会沁油哈。最后我们再撒上一层味椒盐。这道菜呢，小朋友喜欢吃，我也喜欢吃，滑蛋虾仁。好，这个步骤还是一样的，这个虾呢我们一定要给它片一下，不要偷懒。片完之后还是一样的，给它冲洗干净。清洗过的虾仁还是一样的，我们给它吸水分，做个腌制啊，给少许的盐，一点白胡椒粉，这个是现磨的哈，姜葱。少许的花雕，一点的土豆淀粉，好，给它抓匀，腌制一会儿。好，我们腌制个5、6分钟。这里也是5个可以生吃的鸡蛋，给少许的盐，一点的牛奶，给少许的水淀粉。牛奶呢可以让那个蛋更加的丝滑，水淀粉呢可以让那个蛋蓬松起来哈。我们做这个菜尽量找个平底锅哈，不粘锅来炒。锅烧热之后呢，倒少许的油，先把虾仁炒一下。好，油烧热之后了，我们下入虾仁。差不多炒到7、8成时，我们将倒出来。这时候把锅洗一下哈。这一步呢，我们把这个炒好的虾仁直接放入这个蛋液中，把姜葱给它雕掉。因为我们的蛋一定要嫩，所以说虾仁要提前给它处理一下，处理到7、8成时，我们再来一起去煎炒它。好，给它搅拌均匀。现在锅里来，再倒上油，开火，开始炒。好，烧热之后呢，我们下入蛋，先不要动它哈，慢慢来，慢慢去推它，开小火慢慢去推它。好，开到最小的火，慢慢去划它。好，要熟的时候，我们再小的葱花，给它翻炒一下，好，就可以出锅了啊。虾片汤你们吃过没有？下面这道就做个菌菇虾片汤。虾仁呢还是一样的，我们背部给它片一下。虾线呢一定要给它冲洗干净啊！虾片过之后呢，把水分给它吸干之后，我们给它沾上这个干淀粉，这时候给它铺到这个砧板上，用擀面棍去敲它。好，大概我们敲到这种程度就好了。好，这步我们润一下锅，再倒点干净油进来。好，我们倒入一个鸡蛋，这个蛋呢也要煎到这种金黄色，它才会出这种香味哈。慢慢来，给它捣碎一下啊，直接加点清水。先不要去加盐，就烧开，我们让它慢慢的冲一会儿，把这个蛋汤冲白。基本上我们看这个汤出颜色冲白之后呢，我们下入这个香菇，鲜香菇切好的鲜香菇、金针菇。这时候开始调味哈，我们给少许的盐，来点白胡椒粉。好，开始慢慢下入虾片，开小火，这个时候开小火慢慢放入这个虾片。好，出锅前我们撒上葱花，淋入少许的香油。好，可以了。最后一道教大家做一个生煎的虾仁锅贴。好，这步呢，我们把这个肉馅呢给它调一点味道，打个鸡蛋，还是给点盐，给点白糖、白胡椒粉、花雕酒，来点生抽。好，再来点蚝油，给它搅拌均匀。
我们提前切好的胡萝卜粒啊，焯过水的香菇，还有点姜米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好，搅拌均匀过后呢，我们加少许的淀粉，来2勺土豆淀粉，给它摔打一下。这个馅就拌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包这个锅贴。这步呢，我们把这个虾仁的水稍微给它吸干一下。这个呢，背部尽量不要剖开，剖开的话就不好看了。我们找个牙签或者烧烤签，给它挑一下这个虾线。包这个虾仁锅贴呢，我们直接用水饺皮就好了。如果你家里面有烫面呢，用自己擀的皮子更好一些。我们稍微填点馅在这个水饺皮里。好，把虾仁放进去。好，虾仁呢一定要立起来。好，这样给它收起来。包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左边一下，右边捏一下。看，这有个孔之后啊，现在我们把两边捏在一起，左边就包好了。现在再包另外一边，也是相同的方式啊，先捏一下，右边捏一下，看，捏在一起。好，这就包完了哈，现在开始进入煎的环节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调个锅贴水啊。这个是低筋面粉，少许的低筋面粉，接着我们加入适量的水。加的时候呢，就是尽量让这个面粉不要有颗粒，不要搅散。我们调到这种稠度就好了哈，不要太稠。接下来我们再加点那个油在里面，可以让这个锅贴水啊更加的有脆度一些啊。加入适量的油，搅拌均匀。好，现在就可以煎了啊。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放到锅中，因为这个是不粘锅，所以说可以先放这个锅贴，它没事的，它不会粘的。彼此之间呢，我们要留够足够的距离。我们稍微给它调整一下位置，尽量一锅给它煎完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开小火啊，把这个我们调好的面糊直接给它倒到里面。面糊呢，大概就是它一半的位置，就是刚刚把这个虾给它淹没住，不要太多啊，就不要全部都浸没在里面啊，就一半的位置哈。盖上盖子，大概煎了个10分钟啊，我们最后再看一下，有些地方还有水的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给它摆弄一下，给上少许的油。好，准备出锅，给它撒上芝麻和这个葱花。好，兄弟们、姐妹们，现在又到了赏味的时刻了啊！最后一个给大家赏一下，30只虾做一份锅贴，吃过没有啊？基本上是1斤啊！看一下啊，里面还有汁，这虾吃有点很口弹。下面这个皮啊，刚好是脆的，这个锅贴鲜过的地方。这期呢，6种虾仁做法就做完了，大家喜欢的话，一定给我点赞起来哦！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吗？偶像。